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就由我格仔嚟到去講下，最近美軍方面呢就曝光咗一個所謂嘅作戰方案。呢個作戰方案呢就係關於點樣嚟到干涉我哋嘅武統台省行動嘅。而今次嘅作戰方案同以往唔同嘅就係今次嘅主角就由到美國嘅空軍同埋海軍部隊就轉移咗去做到美軍嘅陸軍部隊。美國陸軍打算喺解放軍進行到武統行動嘅時間就嚟到派兵進駐台灣本島，仲要喺人數同埋裝備都遠遠弱於解放軍嘅情形底下，去到同解放軍打一場陸地戰爭。方案一出咗嚟之後呢，經過格仔一睇，呢個方案就真係可以話到係完全係一個送人頭嘅計劃嚟嘅。咁但係原來事情冇咁簡單噶。點解美國陸軍明知嚟送人頭都要強行嚟到推出呢個作戰計劃？當中背後原來係有苦衷嘅。咁究竟係埋藏住啲咩苦衷？我哋又點樣應對真真正正嘅美軍干預行動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詳細講下嘅。再之後艾力同大家講下，喺 APEC 峰會，拜登約見我哋習近平主席之前，美國就決定永久豁免三星同海力士對我哋中國晶片出口嘅管制。呢一個貌似係雙方元首喺會面之前嘅友善姿態，其實又係咪好似外界所講，美國會逐步放寬用晶片嚟圍堵我哋中國呢個策略呢？相反，我就認為呢個係另一場大陰謀，目的就係想徹底摧毀我哋中國半導體嘅行業。到底美國係咩葫蘆賣咩藥？等陣翻嚟，我就會為大家一一咁解說。再之後我哋就講下喺美國嘅歷史上面，之所以美國能夠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強國，我哋中國人喺美國嘅發展歷史上面呢，真係功不可沒嘅。咁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講一個早期喺美國嘅華工血淚史。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跟住落嚟就要講下最近美國陸軍進駐台灣島嘅作戰方案呢，就曝咗光。睇完呢個作戰方案以後真係可以話到美國陸軍嘅呢個決定呢，簡直就係一個完全送人頭嘅決定。而設計到呢一個咁樣嘅送人頭計劃，其實美國陸軍呢竟然係有一啲講唔出嘅苦衷嘅。點解明知要嚟送人頭都要整啲咁嘅作戰方案呢？聽埋我講落去，大家就會明白到當中嘅原因噶啦。嗱，美軍嘅作戰方案呢係咁樣嘅，每一個嘅作戰方案都會有一個假設，而今次嘅假設就係當解放軍嘅武統行動已經進行到要派出地面部隊去到登陸台省，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美國就會預計解放軍就會先從台灣本島嘅北部同埋西北部去到陸續登陸嘅。咁亦即係假設當解放軍進行到地面攻勢嘅時間，美國就會假設解放軍係會先從台北嘅方向嚟到作為第一個登陸嘅地點嘅。呢個時間，美軍就會指示到台軍嚟到將台軍嘅主力部隊全部撤向台灣嘅南部。而呢個時間，美軍方面呢就會出動到美國陸軍嘅第25步兵師，就會喺台灣省南部嘅高雄以及係台南地區嗰度去到作出登陸支援㗎啦。咁美國陸軍第25步兵師係啲乜嘢嘅部隊呢？其實佢係一支輕型化嘅快速反應部隊嚟嘅。呢支所謂嘅快速反應部隊，佢號稱能夠喺接到動員令之後18個鐘就可以進行到戰鬥嘅部署㗎啦。而佢另外一個特點就係
由於佢係一支所謂嘅快速應變部隊，所以呢支第25步兵師佢係完全缺少到重型嘅裝甲部隊喺呢支部隊入面嘅，所以嗰啲重型嘅主戰坦克就諗都唔使諗啦，係唔會裝備喺呢支部隊入面嘅。以佢嘅特點嚟講，其實佢係更加適合於一啲城市戰啊，或者係執行到一啲警戒嘅任務嘅。嗱，咁樣睇上嚟，美軍貿然派到一支咁輕型嘅部隊嚟到登陸台灣嘅南部，其實目的好簡單，首先指引到台軍方面就將所有嘅陸地主力部隊撤往南部，嚟到同佢哋美國嘅呢支輕型部隊會合。咁喺冇重型嘅作戰裝備底下呢，佢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用到嚟拖解放軍嘅後腿，為到所謂嘅一啲持久戰去到作出準備嘅。好明顯佢哋嘅目的就係在於用到輕量化嘅部隊，想同解放軍打場持久嘅巷戰。如果以咁樣嘅作戰角度去到睇嘅話呢，後果好明顯就係面對住擁有強大火力同埋地面打擊能力嘅解放軍，即使係想誘敵入陣去打一場消耗戰都好啊，美國陸軍嘅呢個行為其實係無異於一個完全送人頭嘅行為嚟嘅啫。單憑一個輕裝甲師又點會係喺數量同埋火力上面絕對佔優嘅解放軍嘅對手啊？咁點解明知道自己係嚟送人頭，美國陸軍都依然要擺出一個咁樣嘅作戰計劃呢？原因就係可能大家都諗唔到，一直以嚟如果要論到干涉台海，尤其係干涉武統行動嘅時候，毫無疑問所用到嘅絕對主力部隊必定係美國嘅空軍以及係海軍嘅部隊。由於台灣島四處環海嘅關係，再加上台灣遠離美國本土十分之遠，如果唔用到海軍同埋空軍部隊嘅話，根本咧係冇能力去到干涉武統行動嘅。打一場現代化嘅海空戰，肯定就會成為干涉台海嘅主要戰場嚟嘅。咁當然啦，都要美軍夠膽打先得嘅。而面對住咁樣嘅情況底下，美國陸軍反而就會成為咗一個孤兒般嘅存在啦。站喺美軍嘅角度嚟睇，如果美國陸軍喺台海裏面係冇自己嘅位置嘅話，咁樣亦都代表咗，如果美國陸軍嚟到想爭奪更加多嘅軍費、更加多嘅資源，去同美國空軍同埋美國海軍去爭嘅話，咁樣佢一定爭輸嘅。所以美國陸軍就急需要證明自己，唔係㗎，我都有用㗎。喺對抗中國嘅時候，我都能夠發揮作用㗎。因此，佢哋就急於要揾一個屬於對抗中國、干涉武統嘅一個位置。因此，進行到咁樣嘅作戰計劃，就能夠好合理地解釋到點解明知送人頭，佢哋都要夾硬砌一個俗稱嘅送死計劃出嚟。原因就係因為咁樣啦。不過，當我哋明白咗佢嘅出發點之後，雖然我哋喺戰略上可以藐視美軍嘅呢一種紙上談兵，但係喺戰術上面，我哋係唔能夠輕視佢嘅。畢竟佢嘅呢一個預選作戰方案都係有可能會成為美軍嘅其中一個選擇嚟嘅。因此，姑勿論美國陸軍去諗出呢個作戰方案嘅出發點係點樣都好，我哋都要有相應嘅措施嚟到進行屬於我哋嘅預想作戰方案嚟到與之應對嘅。而且我哋當美軍真係夠膽去到干涉我哋武統行動嘅話，美國陸軍係必然有去出場嘅機會嘅，因為武力干涉台海一直係美軍各種兵種嘅主要分擔任務嚟嘅。咁好啦，既然喺咁樣嘅大前提底下，我哋知道咗美國陸軍嘅作戰方案啦，咁我哋點樣嚟到去應對呢？首先，如果要美軍去到接納美國陸軍嘅呢個作戰方案，咁樣亦都係意味咗美軍方面佢係有信心嚟到爭奪到台海東部嘅制海權同埋制空權嘅。由於作戰方案都要有一定嘅合理性，而唔係話美國陸軍求其遞個方案出嚟，美國軍方嗰邊都會接納嘅。完全冇可能嘅行動係唔會成為預想嘅作戰方案嘅。所以我哋就可以推敲得到，美軍佢覺得自己起碼都可以攞到一定嘅台灣東部嘅制海權同埋制空權，所以先至能夠將陸軍送上去台
台島嗰度嘅啫。尤其係美軍對獲得制空權係有一定嘅信心嘅。不過有信心就還有信心，喺我哋目前解放軍擁有到嘅一系列嘅反艦彈道導彈、高超音速嘅導彈，以及係擁有到一般嘅超音速反艦導彈嘅情況底下，如果美軍要依賴到航空母艦去到奪取台灣東部嘅制空權，睇嚟咧又唔係話太過靠譜喎。而美軍咧亦都係深知呢一點嘅。美國陸軍傻啫，美國海軍係絕對唔會陪佢癲嘅。咁如果美軍要嚟到奪取台灣東部嘅制空權，仲有一個方法，喺唔動用到航空母艦作為主力嘅時間啊，佢唯一嘅方法就係要依賴住駐日美軍嘅基地同埋嗰啲位於關島嘅美國空軍基地，喺嗰度所起飛到嘅戰鬥機先至係唯一一個途徑係用到嚟同解放軍爭奪制空權嘅。不過由到呢兩個地方所起飛到嘅戰鬥機，佢哋都有個缺點，就係由於呢兩笪地方距離台灣東部都有一定嘅距離，所以當呢啲戰鬥機即使能夠飛到去台灣東部都好啊，留翻俾呢啲美軍戰鬥機留喺空中嘅時間都已經係十分之短㗎啦。而且好似關島咁計啊，仲需要動用到空中嘅加油機嚟到為到呢啲由到咁遠飛到過嚟嘅戰鬥機去到進行高強度嘅空中加油，甚至乎係要進行幾次咁多嘅。咁喺呢個戰術層面上嚟講呢，美軍嘅戰鬥機就會面臨住非常之大嘅風險。不過即使係咁樣都好過起碼用一艘或者用幾艘嘅航空母艦駛近台灣島，然之後等住俾解放軍嘅導彈去到消滅。相比嚟講用到呢啲海外嘅美軍基地同埋關島嘅美軍基地所派出嘅戰鬥機，都起碼存在有一絲嘅希望啊。因此喺美軍嘅角度嚟講呢個計劃係可行嘅。咁如果我哋確定到敵人基本上都係會咁做嘅時間，我哋與之應對嘅方法就係我哋當美軍真係會咁做啦。如果要同佢爭台灣東部嘅制空權嘅話，現在嚟講我哋同樣都係需要不斷咁樣去加大我哋嘅加油機嘅數量，以及係發展我哋更加多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嘅。雖然我哋同台灣島所相隔嘅距離，當然就梗係比起美軍嘅駐日基地同埋關島基地近得多啦。但係如果要應對住呢一場高強度嘅制空戰嘅話，咁樣我哋就必須要保持住我哋嘅戰鬥機留喺空中數量上嘅優勢。而最有效嘅解決方法就係令到我哋所派出到去嘅戰鬥機盡量地維持住一段長嘅時間，不停喺空中嗰度作出巡邏同埋必要時嘅作戰任務嘅。咁呢個時間大量嘅空中加油機就可以為到戰鬥機不停咁加油，令到原本一架可能飛咗出去3個鐘就要翻嚟嘅戰鬥機，經過3次嘅空中加油之後就可以延續到連續飛行9小時，咁樣面對住由千里以外咁遠過度嚟嘅美軍戰鬥機，我哋就能夠守株待兔，再加上數量嘅優勢，肯定就能夠食硬呢個美國空軍嘅。而至於點解我哋要發展多啲航空母艦戰鬥群呢？原因亦都係好簡單，當我哋嘅航母戰鬥群數目係發展得夠多嘅時間，就可以利用到航空母艦前出距離台灣島上千公里外嘅地方嚟到預先伏擊呢一啲想過嚟台灣搞事嘅美軍飛機嘅。咁樣亦都可以造成到一個區域拒止嘅實質作用。而阻止嘅唔單止係美國空軍，仲可以阻嚇埋美軍嘅航空母艦戰鬥群。當然啦，面對住一個咁數量龐大嘅部隊嘅時間我哋所需要到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嘅數目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多先得㗎。依我自己嘅私人意見，如果要有效咁樣喺更遠嘅距離能夠阻截到呢啲美軍嘅到來我哋國家就起碼需要5至6個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就能夠完成以上嘅任務啦。嗱，美國一直以嚟都成日預想到我哋就會喺2027年至到2035年之間嘅呢段時間就會嚟到武統台灣省嘅。咁既然而家我哋係應對緊佢嘅預想作戰方案，咁就不妨跟佢呢個講法嚟到去推測
到時我哋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嘅數量究竟會去到幾多呢？咁2027至到2035年之間，我哋就取其中位數，假設係喺2030年至到2032年嘅呢段時間，我哋會作出武統行動咁計。我相信到時我哋解放軍嘅航空母艦戰鬥群起碼都會有5個。嗱，現時嚟講呢，我哋嘅航空母艦戰鬥群現役嘅就有2個，而第3艘嘅航空母艦福建艦嚟緊呢，亦都會進行海試，預計喺3年之後呢就會正式服役噶啦。而喺福建艦正式服役之前，我哋亦都會嚟到起第4艘同埋第5艘嘅航空母艦。當然，如果第4或者第5艘嘅航空母艦係有別於現在我哋所使用到嘅常規動力航母，而喺體積上面呢亦都有所增加嘅話，咁佢嘅戰鬥力肯定會比起我哋現在所使用到嘅航空母艦更加強勁嘅。按照住一啲傳聞咁講到，第4艘嘅航空母艦嚟緊呢就會即將建造噶啦，而第5艘亦都會緊隨其後。如果按照埋海試等等嘅一系列測試，再加上初步形成戰鬥力嘅話，2030年擁有到具備作戰能力嘅5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應該咧係冇乜問題嘅。到時喺美軍駐日基地嘅方向部署2艘，另外再喺面向住關島方向又部署2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咁樣嘅時間啊，就應該足以令到美軍改變佢嘅諗法噶啦。而剩餘嘅1艘作為後備或者部署喺南海，亦都可以噶。一旦我哋嘅配套齊備嘅話，莫講話美國陸軍啦，就算連美國空軍同美國海軍都唔能夠派出佢哋嘅戰鬥機作出干預嘅話，咁樣美國陸軍嘅呢一個登島嘅作戰計劃，其實都係如同泡影嘅啫。當然，我哋仲有一點要注意到嘅就係，如果美軍改變咗佢嘅計劃，唔強行登陸台灣島啦，假設佢哋認為冇勝算啦，但係呢個時間呢，我哋唔好以為美國陸軍係唔會登上台灣島啊。事實上，佢都可以用一啲其他嘅名義嚟到將美國大兵送上台灣島嘅。最有可能嘅情況就係美國陸軍可能會用一個所謂撤僑嘅方式嚟到以運送人道物資、撤離美國居民等等嘅呢啲借口呢，就嚟到將部隊秘密送上台灣島嘅。關於呢個玩法，其實之前都有一啲啟示噶啦。較早嘅時分呢，日本就針對住台海嘅事態嚟到進行咗一場演習。呢場演習嘅重頭戲呢，就係演習點樣撤離位於台灣島嘅嗰啲日本人嘅。喺呢個演習入面呢，佢哋甚至乎仲模擬出動到軍艦去到停靠台灣東部嘅港口，所以我哋一定要預防到可能美軍到時會玩埋相同嘅把戲嘅。咁當然啦，到最後嘅結果，不論佢用咩藉口嚟送啲美國大兵上岸都好啊，憑住呢啲咁嘅連重裝甲、坦克車都冇嘅輕型步兵師嚟到想進駐台灣，就聯同埋台省嘅軍隊喺台南度大打巷戰嚟到對抗解放軍。呢一種咁樣嘅作戰方式呢，係典型弱勢嘅一方進行抵抗作戰嘅最好戰法嚟嘅。不過單憑呢種戰術，其實都唔能夠改變到整個戰局嘅發展㗎啦。最多嘅呢，佢只會令到呢場戰事拖得比較耐啲，或者有一個美軍嘅輕型步兵師進駐台灣，係對於所謂嘅台軍一個大支持嚟嘅啫。講真嗰句到陣時不論有冇美軍登陸都好啊，嗰啲台軍睬你都傻啦。莫講話解放軍嘅地面陸軍部隊登陸台灣甚至乎遠遠未去到呢個程度，只係發生咗一啲武統行動嘅第一步，例如係擊落咗一啲台軍嘅飛機，或者解放軍利用到導彈摧毀到一啲島上面嘅軍事設施。我相信去到呢步第一步就已經會出現到大量嘅台軍逃兵噶啦。究竟美軍能唔能夠想象得到呢一個情況呢？當大量嘅逃兵出現嘅時候，仲邊有軍隊俾你美軍去到指示由台北嗰邊走往台南啊？再講作戰計劃寫就咁寫啫，到時有冇美軍喺明知釘硬蓋嘅情況底下，不論佢用咩藉口登陸台灣島都好啦，又有冇咁勇嘅美國大兵願意去咁做呢？即使有嘅話，又剩翻幾多個呢？
所以綜合嚟睇，關於美軍嘅登陸作戰同埋聯同埋台軍喺南部同解放軍大打巷戰嘅呢個情況呢，應該就唔會發生噶啦。反而我哋更加要關注到嘅就係之前我哋所講點樣奪取到台灣東部嘅制空權，以及係台灣周圍嘅制海權，佢嘅重要性就比起應對所謂嘅美軍登陸更加緊要嘅。裝備到更加多嘅空中加油機同埋作戰飛機，增加更加多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嘅數量，先至係我哋破解美國干涉台海事務嘅主要手段。而如果美國陸軍真係要嚟到強行登陸嘅話，咁就一於成全佢哋，橫掂到時戰爭都打響咗啦，咁就一不做二不休，去到幫佢哋實現呢個送人頭計劃啦。唔該晒咁多位，再之後同大家講下，最近美國商務部確認三星同海力士喺中國嘅廠房已經獲得永久嘅豁免資格，以後無論係提升產能，定還是由外面引進設備到內地嘅廠房，都無需再額外向美國申請。此外，台灣省嘅台積電喺大陸嘅廠房亦都向美國申請豁免，不過相比三星同海力士呢啲永久豁免，台積電只係得1年時間。與此同時，美國同時升級咗對中國嘅晶片出口管制，好似 AMD、英偉達對大陸晶片出口，而家已經面臨住前所未有嚴厲嘅限制，包括有 A800 同 H900 呢啲高階嘅晶片。早前就有消息指導，但係英偉達係因為美國嘅最新管制底下，最近就取消咗嚟自中國嘅訂單，個金額可能已經超過50億美元。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從前對中國半導體封鎖嘅策略，已經由全面封鎖變成而家半封鎖半傾銷。呢一種新嘅策略，首先就係封鎖最先進嘅晶片技術，嗰一啲中國生產唔到嘅產品，美國就一件都唔會賣俾你。至於嗰一啲中國已經有能力生產嘅晶片，美國就會全面開放進行傾銷，咁樣就會令到中國企業生產出嚟嘅產品一件都賣唔出。之所以美國要調整呢個策略，我就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就係因為而家全球晶片產能已經過剩，前2年因為病情嘅關係，導致到供應鏈斷裂，全球嘅晶片出現咗嚴重嘅供應短缺，令到晶片價格大幅咁上漲。喺呢一個咁利好嘅條件刺激底下，各國晶片製造商都紛紛加大投資，上馬實行新嘅晶片製造方案，全世界加埋新嘅晶圓廠興建方案多達86個，而去到今日就已經有40個新嘅晶圓廠開始投入服務，所以今時今日嘅晶片供應已經比當陣時大幅咁增加咗。但係弊又弊在，而家嘅晶片需求佢係直線咁下跌。今年以嚟，歐盟、美國、日本同我哋中國大陸進出口嘅形勢都唔係太樂觀。有啲板塊更加係下滑得特別厲害，就好似以手機消費為例，美國第2季度嘅手機出貨量同比暴跌咗24%，而大陸就跌咗3.5%。剛巧手機正係晶片嘅需求大戶，智能手機賣唔出，自然就唔需要咁多晶片，而且製造出嚟嘅晶片保鮮期都係非常之短，唔似得一啲陳年老酒，好似茅台咁。年份越耐，價錢越貴，所以今年製造出嚟嘅晶片，如果賣唔出去嘅話，去到下一年就會全部變成廢物。偏偏台灣省同韓國就係全球最大嘅晶片製造基地，兩個加埋嘅產量合計已經超過咗全球總數量嘅1半，所以佢哋有住強烈嘅希望，就係將手上面嘅晶片一件不留咁全部賣晒出去。咁究竟世界上邊度可以揾到一個可以一次過食得落咁大數量嘅晶片市場？答案我相信精明嘅網友已經知道，當然就係我哋中國大陸啦。因為大陸晶片嘅消耗量當前係全球比重嘅 No.1， 但係我哋一個國家已經超過咗全球1半嘅份額，暫時世界上仲未有一個更大嘅市場可以代替。再加上無論係台積電又或者係三星，
呢一啲公司背後都擁有住大量嘅美國資本，所以如果晶片賣唔出去嘅話，最後損害嗰個都係美國人嘅利益。因此，美國就有咗豁免韓國同台灣省嘅決定。至於美國今次調整策略，第二個原因係因為原先全面封鎖嘅策略，去到而家已經難以繼續執行。我哋都知道，自從拜登上台之後，佢一方面徹底禁止咗荷蘭阿斯密嘅光刻機，以及係日本嘅光刻膠等等生產晶片嘅關鍵環節，試圖壓制中國半導體嘅發展。另一方面，通過補貼以及施壓，軟硬兼施咁，令到好似台積電、三星、海力士呢一啲喺海外嘅半導體企業，去到佢哋美國設廠，達成美國再工業化嘅目的，徹底禁售同再工業化。呢個就係美國原本心目中想對我哋中國實施嘅全面封鎖策略，但係美國細估唔到，佢哋認為呢個天衣無縫嘅計劃，而家卻係遇到前所未有嘅困難。按照美國嘅劇本，通過俾三星、台積電等等晶片公司嘅施壓，再加上晶片法案嗰一筆520億美元巨額嘅補貼，半導體產業嘅回流勢必水到渠成。然而事實上嘅係，目前半導體產業嘅回流卻係搞到兩頭唔到岸。台積電喺美國亞利桑那州嘅工廠，原先計劃喺2022年嘅年底就可以投入服務。不過而家已經推遲到2025年嘅年底。根據台積電現任董事長劉德音嘅講法，原因係因為喺美國當地揾唔到足夠數量嘅技術人員。目前美國每年喺半導體相關專業嘅畢業生只係出到1萬人左右，而且好多畢業生喺畢業之後都唔係從事半導體嘅相關工作，反而係轉型去到金融又或者互聯網呢一啲喺美國比較賺錢嘅行業裏面，因為晶片製造工作往往都係需要到一啲日夜顛倒嘅輪班生活，根本就唔係美國年輕人嗰杯 cup of tea。台積電原本就預計喺亞利桑那州至少就招募到1萬名嘅技術人員，但係去到而家1/10嘅 quota 都未達標，所以喺無奈之下，台積電就打算喺台灣省送人過去美國，又送綠卡，又話會擔保咁。但係呢一個士急馬行田嘅舉動，卻係引發到亞利桑那州嗰一邊一班建築貿易協會嘅嚴重不滿。呢一啲所謂嘅協會其實係當地最大嘅工會，佢哋就認為台積電呢一個舉動係令到台灣省嘅民眾嚟到佢哋美國搶佢哋美國人嘅飯碗，呢個絕對係唔可以容忍嘅行為。你台積電要請人嘅話，就必須請我哋美國本土嘅人。不過呢一次台積電可以話係非常之冤枉。因為由一開始台積電就係想請你哋美國人，但係半導體生產需要嘅係高度專業嘅知識同技能，而唔係求其揾一個識行識走嘅人頭豬。至於喺當地應徵嘅美國人，絕大部分根本就完全達唔到技術要求呢個指標。就因為咁，而家雙方正係處於膠着嘅狀態。而呢個情況越僵持嘅話，台積電喺美國嘅專案成功率就會越嚟越渺茫。原先預計投資嘅金額已經由200億升咗1倍，去到400億美元。如果唔能夠解決人才供應以及係成本高昂等等嘅問題，話唔定就好似富士康喺威斯康辛州嘅廠房一樣咁慘。正所謂人黑起上嚟越窮越見鬼。嗰原本美國政府講好咗嘅520億美元晶片補貼，喺補貼細節出台之後，簡直就係令到所有人大失預算。首先，呢啲細則羅列咗諸多嘅要求，例如要求所有申請補貼嘅廠商都唔准擴充佢哋喺中國大陸嘅產能，又好似如果廠商只有獲得盈利嘅話，仲要歸還一定比例嘅補貼俾美國政府。而且申請晶片補貼法案嘅人係完全被禁止進行分紅，又或者股票回購等等嘅操作。呢一系列嘅限制實施咗之後，如果想真正攞足呢筆補貼金嘅話，
其實難度係非常之高，就好似台積電，原先佢哋以為可以攞到100億美元嘅補貼，但係喺補貼細則出台之後，而家粗略估計真正攞到嘅補貼只係10億美元都唔夠。同樣嘅情況亦都發生喺韓國嘅三星同海力士身上。就喺今年嘅4月，三星同海力士都紛紛傳出有意放棄補貼嘅念頭，似乎係開始搞一啲軟性嘅對抗。其實唔止韓國或者台灣呢啲外企感到失望，就連美國本土嘅企業亦都開始消極落嚟。因為好似 Intel 又或者德州儀器一啲美國本土嘅企業，原先都非常睇重呢一個晶片補貼法案。原因之一就係希望利用呢一筆補貼進行分紅同埋股票回購，從而令到投資人獲利。而家補貼細則出台之後，一下子就閂咗佢哋後門，再加上今時今日晶片產能過剩，成本又咁高，津貼又越嚟越少，最關鍵嘅就係唔可以賣俾中國大陸呢一個全球最大嘅市場。咁廠商自然就會問：我做乜嘢生產咁多晶片出嚟？到時豈不是生產得越多，我就輸得越冧？頭先嗰句心聲絕對唔係講笑㗎。睇下韓國海力士今年上半年虧蝕嘅金額已經達到咗310億嘅人民幣，三星半導體蝕得仲慘，而家已經超過500億元人民幣。呢啲數字簡直係慘無人道，所以為咗封住蝕本門，三星同海力士都已經開始採取減低產能嘅計劃。再加上中國品牌嘅崛起，好似長江存儲、合肥長鑫都不斷咁發展，三星同海力士都只能夠減產。喺今年嘅9月，華為 Mate 60 Pro 以及係麒麟晶片 9000S 橫空出世，完全係令到之前嘅全面封鎖策略遭受到嚴重嘅打擊。所以美國如果喺呢個時候仍然堅持執行過去嘅全面封鎖策略，實際已經冇任何嘅意思。因此拜登先至不得不調整自己嘅策略，豁免三星、海力士又或者台積電，俾佢哋喺中國大陸擴充佢哋自己嘅產能，達到傾銷呢個策略。對於我哋中國嚟講，呢一個消息可以話係好壞參半。好嘅係，我哋喺呢一場硬仗上面已經獲得到階段性嘅勝利，證明咗喺晶片研發上面中國人係有一定嘅實力。但係唔好嘅係，傾銷呢一招並唔係容易對付嘅。由2018年貿易戰開始，中國半導體行業開始獲得到資本嘅垂青，喺好短時間之內得到咗大量嘅融資。去到2021年，中國半導體行業融資嘅規模已經達到咗1000億元人民幣嘅紀錄，所以外界先會話特朗普係我哋中國晶片行業最大嘅功臣。相應嘅晶片廠房因為貿易戰從而拔地而起，去到2022年，中國新興建嘅晶片廠房已經多達31間。而喺病情發生之後，因為晶片不足、大幅漲價嘅背景底下，歐美同日韓都不斷擴充自己嘅產能，就形成咗而家晶片產能嚴重過剩嘅情況。眾所周知，半導體係一個非常燒錢嘅行業，喐下手都係幾百億嘅投資，回本週期又特別慢、特別長。過去呢幾年，因為中國遭遇到美國嘅全面封鎖，即使係全球晶片產能過剩，中國嘅企業其實依然係可以賺到錢嘅。其原因就係，直到2023年，大陸嘅晶片國產化都只不過係唔到30%，亦即係話係國內有70% 嘅晶片需求係需要通過進口嚟滿足嘅。不過美國連同佢嘅盟友一齊進行全面嘅封鎖，變相就係讓出咗70%嘅市場份額，所以我哋中國企業先可以逆勢擴張，投資者亦都敢於投資。但而家美國對中國晶片嘅策略嘅改變，變成咗半封鎖半傾銷，咁樣就極有可能將嗰一啲尚未盈利而且技術仲係處於幼嫩期嘅中國企業拖到入晶片過剩呢一場泥漿摔角裏面。喺美國今次豁免裏面，我哋可以睇到新策略嘅一啲端倪。韓國三星同海力士係獲得到永久嘅豁免，至於台灣省嘅台積電只係得1年豁免。
我相信原因係存儲晶片呢個板塊係我哋大陸半導體進步得最快嘅領域。喺技術層面上，長江存儲已經同三星、海力士實際差距方面已經冇太大分別，但唯獨是嘅就係長江存儲產能依然不足，每個月大概只能夠生產10萬片，即使去到2025年，產能亦都只能夠提升到每個月25萬片左右。所以美國今次其實係對準存儲呢個領域，意圖俾韓國搶佔我哋中國嘅市場，直接打擊長江存儲同合肥長鑫佢哋嘅弱點。因為按照生產計劃，就算未來幾年持續擴張，亦都未能夠應付需求。所以就算中國嘅用戶想支持國產，好多時都因為買唔到，唯有選擇三星同海力士。而且三星同海力士嘅戰鬥力亦都唔可以睇小，佢哋曾經喺歷史上面出現過幾次逆周期嘅擴張，拖冧咗其他競爭對手。就好似2008年金融海嘯，存儲晶片市場一下子就跌落谷底，有好多廠商開源節流，盡量減低生產成本。唯獨三星同海力士喺韓國政府大力支持底下，進行咗一系列嘅逆周期擴張。呢一個策略成功搶佔咗日本企業動資同 EBITDA 嘅市場。EBITDA 過咗幾年之後就宣布破產，剩低嘅東芝亦都係勉強咁苟延長存。至於長江存儲同合肥長鑫呢一對中國存儲界嘅雙子星，喺體積方面仍然唔可以同三星等等嘅呢啲巨頭暫時相提並論。所以而家喺原本晶片已經產能過剩嘅時候，如果對手再採取逆周期嘅擴張手段，人為製造大量嘅過剩產能，係非常之難應付，仲有機會令到中國企業面臨住持續嘅虧損。另一方面，台積電亦都係一個麻煩。雖然佢而家只係得1年嘅豁免，但唔排除喺不久嘅將來，美國亦都會永久放行。其實晶片市場最大嘅份額並唔係5納米，又或者乜嘢3納米，而一啲高製程嘅晶片。相反，最大嘅份額反而係28納米以上一啲中低製程嘅晶片。因為除咗智能手機同埋 AI 之外，目前大部分嘅領域都只不過係需要到中低製程嘅晶片，呢個先至係晶片市場最大嘅份額。中國喺過去呢幾年亦都係主要瞄準住呢一個板塊嚟擴建半導體嘅產能。因此，如果台積電參一腳埋嚟嘅話，甚至唔排除未來喺中國大陸市場擴張。同台積電相比，內地嘅晶片製造仍然係相對薄弱。好似人所共知，規模最大嘅中芯國際，2022年全年嘅營收都只不過係達到台積電1/10左右。排名第2名嘅華虹實力就更加之弱。而家無論係技術定係資本，我哋都暫時佔唔到優勢。一旦台積電真係喺呢一個產能過剩嘅大環境之下打響價格戰，中芯國際等等嘅國企將會面臨住相當大嘅壓力。就好似今年10月，台積電已經將12去到28納米嘅晶片價格劃一下調10%，條件係只要客戶嘅訂單達到一定嘅數量。其實價格戰可能已經靜悄悄咁開始咗，而呢個先至係我哋真正嘅考驗。如果我哋可以渡過今次嘅難關，先至證明我哋可以喺呢一場世紀嘅半導體之戰站穩住陣腳。美國知道完全阻止我哋中國半導體發展係唔現實嘅，佢而家改變成傾銷嘅策略，為嘅係賺取更多嘅時間，將世界高端嘅工業回流到佢哋美國。只要三星同台積電可以拖過3、5、7年時間，令到我哋中國大陸嘅企業深陷一場價格戰裏面。其實好多朋友都可能存在住一個諗法，認為科技嘅突破嘅樽頸位係關乎於技術嘅難度，但係實際上科技突破嘅關鍵並唔係完全取決於嗰一項技術本身難唔難，反而係嗰項技術能唔能夠發展成一個規模夠大嘅市場。就好似中國進入電動車時代之前，
歐洲同日本汽車嘅品牌係長期壟斷住我哋中國汽車市場，通過五花八門嘅技術，乜嘢渦輪增壓、轉子引擎、雙噴式系統，將我哋中國品牌嘅燃油車遠遠咁拋去身後面。咁係咪因為我哋發展唔到相關嘅技術呢？答案其實並唔係咁，而係我哋根本冇機會去做。中國當時以市場換出技術嘅策略，引進咗一大批外資嘅汽車品牌，而外資就利用傾銷限制我哋本土嘅研發，徹底破壞咗國產品牌喺燃油汽車領域上面急起直追嘅慾望，最後就培養咗一批薄利多銷嘅合資企業，以及一批低技術嘅國產品牌。因為大家都知道，無論點努力喺燃油汽車上面都冇可能趕得上，而嗰一班外資品牌亦都會以掌握相關高技術嚟自居，不斷強調自身技術嘅難度。如果唔係，又點樣我哋中國市場賣出高昂嘅價錢？雖然汽車研發並唔係一件易事，但係又未至於我哋舉全國之力都冇辦法攻克嘅障礙。所以聰明嘅做法就係換過條跑道，將我哋嘅精力完全投放喺電動車嘅領域。其實電動車亦都一樣，喺1835年，世界第一台電動車就已經誕生咗，足足比而家嘅燃油車早咗50年。但係點解電動車會比後來嘅燃油車取替呢？就係因為當陣時電動車仲未有足夠大嘅市場。呢個投資界神話，巴菲特就講過，佢中意投資喺一啲相對簡單模式嘅企業裏面，因為商業嘅核心並唔係技術層面有幾咁複雜，簡單嘅商業模式往往反而係覆蓋更加大嘅市場。自從我哋改革開放之後，有邊個領域我哋係集合舉國之力，最後都冇辦法攻克呢？喺晶片領域，我哋真正需要擔心嘅係，究竟有冇一個足夠大嘅市場？我之所以先前話特朗普係中國晶片發展一個功不可沒嘅人，原因係因為佢聰明同慷慨，讓出咗國內市場嘅份額，俾我哋中國半導體產業有足夠嘅空間發展。所以市場如果夠大，我哋中國企業要發展5納米，甚至乎係3納米嘅晶片，亦都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相比起之前高製程嘅芯片封鎖，美國而家想通過中低製程嘅傾銷，將市場搶走，先至係我哋而家最大嘅挑戰。因此，我哋而家中國半導體行業，除咗一邊要對抗傾銷，另一邊廂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散收收，必須要通過唔同嘅整合，去培育出一啲可以對抗三星、海力士又或者台積電咁龐大嘅國產晶片企業。其實呢一場晶片之戰，最後鹿死誰手仍然未有答案，但我哋唔需要對晶片乃至係宏觀經濟過分悲觀，畢竟龐大嘅潛在市場先至係我哋中國最大嘅底氣。跟住我哋就要講下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呢個世界第一強國，喺佢嘅歷史上面，我哋中國人呢係功不可沒嘅。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呢其實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或者叫佢做一個移民國家，相信都冇人有異議㗎啦。因為大部分嘅美國人，佢哋嘅祖先都係從第二度移民過嚟㗎，咁當中就包括埋有我哋中國移民過去美國嘅華裔美國人啦。而點解講到我哋中國人喺美國嘅發展歷史上面係功不可沒呢？首先，美國啱啱開埠初期呢，就並唔係好似而家咁發達嘅，而且佢哋嘅發展係偏重於美國嘅東岸。咁喺個地理環境上面呢，美國嘅國土係非常之遼闊嘅，喺全世界嘅排名嚟講，佢係僅次於我哋中國㗎咋。咁所以大家橫觀呢個世界上面面積有如此大嘅國家當中，大部分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南北或者東西嘅發展呢係失衡嘅。就好似世界面積第一位嘅俄羅斯咁樣啦，佢哋嘅遠東地區都係發展落後於靠近歐洲嘅地區。咁加拿大更加就係靠近美國南面嘅疆土，先至係比較多人住嘅啫。而我哋中國作為世界上面積第3嘅國家，雖然現時嚟到睇嘅話，我哋南北東西發展失衡嘅情況呢已經改善咗好多噶啦，但係喺歷史上面，礙於地理嘅因素呢，古時候嘅發展失衡都係比較嚴重嘅。咁要解決發展嘅首要問題，首先梗係要通咗路先啦。咁所以喺古時候呢，交通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嚟㗎。而我哋中國嘅地理環境
大致上呢幾條大嘅河流都係由西向東流嘅。咁所以大家讀中國歷史嘅時候，都會發現有好多朝代嘅皇帝都會開咗一啲南北通向嘅運河嚟到彌補我哋嘅交通短板嘅。但係美國方面呢，佢哋嘅河流就唔似得我哋中國咁樣係由西向東流，就好似佢哋比較上出名嘅河流密西西比河啊、科羅拉多河啊等等嘅河流，大多係南北流向嘅。咁所以要貫穿美國嘅東西走向嘅話呢，就必定要開山劈石嚟到建設道路。而美國喺18世紀末同19世紀初嘅時候，佢哋開發西部嘅西進運動呢，就已經開始進行㗎啦。但係初期佢哋只不過係開闢一啲馬路，等馬車可以經由呢啲馬路嚟到貫穿東西，甚至乎係運送物資。但係咁樣嘅交通效率實在太慢啦。到經歷完南北戰爭之後，喺19世紀嘅中段，其實美國已經開始咗步入咗工業化嘅年代啦。咁頭先就講咗啦，美國嘅東岸係比較發達嘅，咁所以鐵路嘅網絡就率先喺美國嘅東岸嗰度嚟到發展起嚟嘅。而且南北戰爭嘅時期，美國人佢哋係發現喺西部嘅物資，以及如果要調兵遣將嘅話，要花好長時間先可以將西部嘅資源調到去東部嘅戰場。咁所以當其時嘅美國總統阿林肯呢，就出咗個法案叫太平洋鐵路啦。咁呢個太平洋鐵路呢，佢哋嘅設想就由美國嘅東岸貫穿到去美國嘅西岸，即是由呢個大西洋貫穿到去太平洋。而當其時呢個太平洋鐵路嘅主體幹道長達3000幾公里嘅呢，就分配咗俾2間鐵路公司嚟到興建嘅。一間呢叫做中央太平洋鐵路，另外一間呢就叫做聯合太平洋鐵路。咁呢幾千公里嘅鐵路呢，佢哋係預計要用14年先至可以起好嘅。而呢2間公司就分別一個就向東起，一個就向西起。就預計呢2間公司呢，喺14年之後，大家呢就喺一個叫做太浩湖嘅地方嗰度呢，就嚟到匯合嘅。而喺呢3000公里嘅鐵路建築入面呢，中央太平洋只係負責起600幾公里嘅鐵路嘅啫，而聯合太平洋公司呢，佢哋負責起嘅有超過2000公里噶。咦，咁好多朋友一聽，喂，咁咪好唔公平咯？一個起600幾公里，一個要起2000幾公里。但係美國人喺分配呢一個鐵路建築，佢哋係考慮到因為嗰600公里嘅鐵路呢，實在太難起啦。因為佢哋嘅匯合點呢，就係太浩湖，而西面嘅呢一段呢，就係要由加州嘅薩克拉門托起到去太浩湖嘅。咁當中就會經過美國西部一個好有名嘅雪山，叫做內華達雪山。咁呢一個雪山呢，唔止係長年以嚟都積雪，仲要好多懸崖峭壁。咁所以嗰個施工嘅難度係非常之大嘅。咁講到呢度，好多人就會話啦，咁一定咧喺呢個時候就揾好多華工上場啦。都未住，因為本來美國移民嘅組成部分裏面呢，有好大批呢都係來自於愛爾蘭嘅，就好似美國總統阿拜登咁樣啦。而頭先所講負責起2000公里嗰段嘅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呢，佢哋因為有政府做佢哋後台，加上佢哋股份裏面呢，政府佔一大部分嘅，咁所以呢間公司可以講到係以前喺美國嘅國有公司嚟嘅，而且嗰個時候，美國又吸納咗好多咧喺愛爾蘭鬧饑荒而移民過去美國嘅愛爾蘭人。咁最初時移民過去美國嘅呢啲愛爾蘭人呢，佢哋就俾美國政府捉去做壯丁去當兵嘅。咁冇仗打嘅時候，或者一啲上唔到戰場嘅兵，就派咗去嗰間聯合太平洋公司嗰度嚟到做起鐵路嘅工人啦。咁最初時呢，佢哋好賣力噶呢班愛爾蘭人，因為去到美國又有嘢食，唔使好似我喺愛爾蘭咁樣鬧饑荒。而且嗰2000幾公里嘅鐵路呢，起起上嚟又非常之容易，咁所以聯合太平洋鐵路嘅嗰一段2000幾公里呢，個工程進展係非常之順利㗎。但係另一邊廂要起600幾公里嘅嗰間中央太平洋鐵路，似乎佢哋工程嘅進展就唔係好順利啦。因為佢哋4大老細入面，其中一個呢叫 Stanford，呢個 Stanford 呢係一個嚴重嘅種族主義者嚟嘅，就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樣嘅。咁所以佢哋中央太平洋公司起初起鐵路嘅時候，佢哋只會僱用白人嘅員工，對於其他有色嘅民族，佢係一概拒諸門外嘅。但係由於佢哋要起嗰600幾公里嘅路段，個環境實在太嚴峻啦，再加上啲白人工作呢係比較錫身嘅，咁所以起咗2年，佢嗰段600幾公里嘅鐵路只係起咗20幾公里啫。咁所以後來呢間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佢哋真係頭都大埋啦。如果再係咁樣嘅進度落去，
喂，都唔知起到何年何月何日。更加慘嘅情況就係，莫講話2年只係起得20幾公里啊！嗰啲起鐵路嘅白人仲要起下起下，一個一個呢，就因為個環境太惡劣、太危險而辭職走咗。一唔係冇辭職嗰啲呢，就同佢玩工運。咁嗰陣時美國已經好興咧遊行示威抗議㗎啦，甚至乎就坐喺度罷工添。咁佢哋呢啲遊行示威抗議以及係罷工呢，係附帶有強烈嘅加薪條件嘅，就係咁問佢哋嘅老細要求呢加人工，話呢啲工作太危險啦。咁最後由於呢間公司嗰個老細阿 Stanford，佢曾經呢就做過加州州長嘅，佢就濫用自己嘅權力，將加州喺監獄裡面嘅釋囚就捉晒佢哋出嚟，去鐵路旁邊揼石仔。咁真係路遠又難行，落雨仲難行，仲要擔秧上簷望塔啦。但係就算佢咁樣拉晒監獄啲釋囚出嚟幫手，仍然對佢起鐵路嘅呢個工程呢係冇幫助嘅。咁喺呢個時候，呢間中央太平洋鐵路呢，有另外一個老細叫抄士，佢就同阿 Stanford 講到：喂，阿 Stanford 啊，咁樣唔係路喎，而家咩辦法都用盡啦，不如我哋試下請啲華人翻嚟起鐵路啦。咁話說喺100幾年前呢，台山有一個人叫做李天沛，佢就喺415一帶呢，最早期嚟到宣揚漂洋過海揾食嘅一個人嚟嘅。咁我哋可以俾一個名號佢，叫做100多年前嘅關景鴻移民先生。而喺美國華工修築鐵路嘅呢部歷史入面呢，據有記載嘅數字所指出係有超過12000個華工由我哋廣東415一帶就漂洋過海去到美國嘅加州嗰度嚟到為佢哋美國起鐵路嘅。而且最初時去到美國嘅華人呢，佢哋好多都係因為加州話聽講有金掘，咁所以呢就過去淘金為主嘅。咁所以呢幾樣情況加加埋埋，其實當其時喺加州喺嗰個1860年代嘅時候，就已經有超過5萬名嘅華人就住喺加州噶啦。咁開始呢間中央太平洋鐵路嘅超市提議咗，喂，招聘啲華人翻嚟嘅時候，嗰個大老闆阿 Stanford 佢都係唔同意噶，因為開頭我哋講咗啦，佢係一個民族主義者嚟噶，喺佢眼中咧，除咗白人之外，佢係睇低晒所有嘅民族噶。再加上佢講出佢嘅反對聲音嘅時候，佢就話到：嗰啲紮住辮嘅中國人又骨瘦如柴嗰個，點能夠做到呢啲嘢啊？我哋白人都做唔到啦，咁大隻。咁佢真係有所不知啦。正所謂大隻累累，咪跌落坑渠咯。而提議揾華工嘅嗰個超市呢，就講咗一句說話，就一言驚醒夢中人啊！佢嗰句說話係點樣游說呢個 Stanford 嘅呢？就係話到喂，阿 Stanford，你唔係唔知啊嘛？喺幾千年前，中國已經有一個全世界最宏偉嘅建築物，叫做長城，咪係佢哋中國人起嘅咯。哇！一聽完呢句說話之後，嗰個有嚴重種族情意結嘅 Stanford 細心一諗，的而且確係，喂，起萬里長城仲艱巨過起一條咁樣嘅鐵路啦。我哋中國人都能夠可以起得到出嚟，於是乎佢哋就開始招聘好多華工去到起鐵路啦。咁自從佢哋招聘咗華工之後呢，嗰個工程嘅進度係發展得好好噶。而美國嘅國會見到佢哋呢，可以排除萬難，中央呢個太平洋鐵路又起得幾快，另一邊廂嗰個聯合太平洋鐵路都係起得幾快。咁所以佢哋調整咗當初喺呢個太浩湖嚟到會師嘅呢個計劃，咁就不如我哋不設個會師點，等兩間鐵路公司嚟一個起鐵路嘅競賽，咁沿住嗰條路線，邊個起到邊度會到師咯，咁嗰個咪終點咯。而且佢哋美國國會為咗鼓勵佢哋起鐵路起得快啲，仲出埋獎金。每起1英里嘅鐵路呢，就會有$10,000嘅獎金。同時間呢條鐵路兩側5英里內嘅土地都係歸呢起鐵路間公司嚟到任意使用㗎。唔知港鐵公司係咪參考咗呢一個方案呢？咁好啦，我哋講翻呢個美國鐵路先啦。咁我哋開頭咪講咗呢一段鐵路呢，佢哋美國預計嘅計劃係用14年嚟到起嘅。而呢14年裏面，其實本身呢間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呢，佢哋只係負責起600幾公里嘅鐵路㗎。咁到最後，佢自從請咗我哋中國人為佢起鐵路之後呢，到呢條貫穿東西嘅鐵路建成咗之後，佢哋係用咗幾多年呢？只係用咗6年時間，而且仲唔係起600公里咁簡單，因為呢個去到後期係鐵路競賽，係冇定到個會師點，所以兩間公司如果邊間起得快嘅話，可以起埋對家嘅嗰一段㗎。
咁結果啊，呢間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自從請咗我哋華人，用咗6年時間係起咗1100幾公里鐵路，比起之前佢哋用白人嘅工人用2年時間只係起20幾公里嘅鐵路，真係有咗一個火箭級別嘅增長啊！但係喺呢個增長嘅背後，如果冇咗我哋中國人喺當中去到為佢哋嘅基建去到努力嘅話，我諗佢哋單單靠美國嘅白人，可能要再起多10幾20年先至可以起得成呢條鐵路嘅。而且喺呢一條鐵路當中，我哋中國人付出嘅代價係非常之大嘅。有統計數字所得出嚟啊，喺佢哋內華達雪山最險要嘅一段鐵路，幾乎每一段鐵路每鋪設一嚿鐵路嘅枕木，就會有1名嘅華工因此而離去。再加上啊，喺鐵路嗰陣，大家唔係話放工就可以返屋企，而係要喺鐵路旁邊去到駐紮。而且呢個內華達雪山仲經常發生雪崩，所以單單係喺呢一段內華達雪山就已經有記載裏面呢超過300名嘅華工因此而離去咗㗎喇。時至今日啊，有登山者去到呢個內華達雪山靠近合恩角附近嘅位置呢，都仍然可以揾得到啊當年喺鐵路華工留下落嚟嘅遺物嘅。而美國人對於我哋華人咁樣嘅犧牲，佢哋不但止冇感激之餘，先前我哋講到啦，喺鐵路呢到後期變咗一個競賽，咁僱用咗中國人嘅中央太平洋鐵路呢，就冚贏咗僱用咗愛爾蘭人嘅聯合太平洋鐵路。而當嗰啲愛爾蘭人聽見我哋中國人哇咁犀利嘅，於是乎佢哋就提議搞一場表演添。嗰場表演就要我哋中國人表演下點樣去到起鐵路，因為嗰啲愛爾蘭人話到啊，我就唔信中國人真係咁犀利。結果嗰次嘅表演，我哋中國嘅華工用咗12小時嘅時間，係起咗一條16公里嘅鐵路出嚟，平均起1公里嘅鐵路都唔使1個鐘啊！佢哋就想我哋中國人嚟到娛樂佢哋，咁結果呢，就俾我哋中國人嘅毅力同埋實力，徹徹底底令在場嘅愛爾蘭工人係心服口服噶。不過到最後呢一條太平洋鐵路貫穿咗美國嘅東西岸，喺佢哋通車搞典禮嘅時候，佢哋仲要喺慶功宴上面就話到啊，呢條鐵路之所以咁順利完成呢，係得益於呢我哋加州人民裏面呢有4大好偉大嘅民族噶。首先我哋加州人呢就有呢個法國人嘅勇猛，又有德國人嘅堅定，仲有呢個英國人嘅不屈不撓，以及咧喺呢個愛爾蘭人嘅真性情。佢哋竟然係咁樣講嘅，係冇提過半句我哋中國華工嘅付出，以及佢哋影相嘅時候嗰啲合照呢，亦都冇邀請過任何一位去到建築鐵路嘅華工嚟到合照，亦都冇因為我哋中國人為佢哋美國起咗一條咁樣嘅鐵路，而令到我哋中國人當其時喺佢哋美國社會嘅地位係升高嘅。咁所以呢，呢一段美國華工嘅血淚史，就算美國人可以忘記，我哋自己作為中國人，我哋都不能夠去到忘記。雖然呢條鐵路唔係起喺我哋中國，但係亦都代表住我哋中國人用我哋不屈不撓嘅精神喺度建構緊一個世界命運共同體。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呢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1晚以後啊，我哋就會進入到第2日嘅行程。第2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
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擬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裡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游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靈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浣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
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呢，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攝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
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嘅。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噶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噶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嘅。
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你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大家做齊新潮文三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 2.0 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